我从7、8岁我会开始喝茶，因为我的家庭方面是喝茶的。一般以前他们喝的都是以乌龙茶，如家庭喝呢，我们是用一个大壶，泡在一个大壶里面，那就是比较喝一整天啦，单纯止渴。钟祥兰过后拜师学习茶道。早在1996年，钟祥兰和茶爱好者在布莱德岭民众俱乐部成立茶艺俱乐部，跟同好一起品茶。这个奇丹的果香味还蛮浓的哦。钟祥兰每天喝至少2大杯的乌龙茶，他认为长期喝茶对他的健康带来好处。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年龄，我还是什么都没有啊，至少喝茶会消脂。这茶提神。我们都知道清茶对身体有好处，但具体什么好处你清楚吗？如果我们上网搜寻，能够看到许多有关喝茶益处的文章和资料，从预防癌症到排解脂肪。但营养师表示，这些网络列出来的益处，大部分没有足够的研究支持。So far, clinical-wise, there is no strong evidence that really shows that it helps to prevent cancer, or helps to reduce cholesterol, or help to reduce weight. But the impact of drinking tea, because of its high antioxidant, does show that to increase the oxidant level in our body that can help actually to reduce inflammation. So one of the foremost is because it's low in calorie. 新加坡国立大学所展开长达5年的研究，调查大约1000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饮茶的习惯，发现长期规律喝茶有助降低抑郁和焦虑，同时也降低脑部退化等风险。发现是规律饮茶这些老人呢，跟这些没有规律茶老人相比的话，那么他的风险降低有1半左右。那么如果你每天喝1杯茶以上的话呢，能够降低61%。那么我们发现呢，在这批老人当中呢，就是有携带危险基因的老人当中呢，那个风险降低可以达到80%。研究也发现，坚持25年，每个星期喝至少4次茶，能够增加大脑运作效率。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植物，我们自己的研究呢，认为呢，这个更多的是那种黄烷醇或者一种氨基酸叫茶氨酸，黄烷醇呢能够降低我们的这种炎性反应。那么老化是一个炎性过程，实际上，那么能够去除自由基，降低这种氧化应激的伤害。那么同时呢，也能够清除一些阻止一些脑内的不正常的蛋白的形成。例如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因为淀粉样蛋白和绦蛋白这类不正常的蛋白在大脑中聚集成块，导致神经元死亡而丧失认知能力。而茶叶中含有的茶多酚能够帮助减少不正常蛋白的形成或加速清除。另外，长期喝茶摄取茶氨酸能调整大脑电波，有助于舒缓情绪。教授表示，无论是乌龙茶、绿茶还是红茶，只要是清茶都能够起到作用。而加了炼乳和糖的奶茶或泡泡茶等加工的茶饮，则不一定能起到相同作用。这是因为加炼乳会影响磺胺醇，而加糖会增加糖分的摄取。另外，茶中含有一种叫做植酸和草酸的混合物，会降低人体吸收锌、铁和钙等矿物质的能力，使身体无法分解或吸收，因此不宜过量饮用。在本地喝茶的人当中，大多选择喝中国茶，如乌龙茶、普洱茶，再来是红茶，最后是绿茶。不少人认为中国茶苦且涩。拥有22年经验的茶艺师表示，茶的味道会苦涩，是因为泡茶的方法错误所致。苦的来由，我们可以可能是比较浓了，涩，那是因为水温太高了，把它温度放低，它依然就会变得里面的单宁啊什么浓缩量就少一点，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涩。我们喝茶主要是通过2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茶包，另一种是冲泡茶叶。茶包喝茶方便快捷，内存的茶粉出汤速度更快，是不少人选择的喝茶方式。通常人们会直接将茶包放入杯子里，然后用烧开的水对着烫，但这么做会烫伤茶粉，会让味道更加苦涩。
其实开水不可以直接对着茶包冲，应该把开水倒到一个杯子里面，然后再把茶包拿来放进去。那真的去钓鱼，钓它，钓到你要的浓度之后，再把那个茶包取出来放在冰上。同样的，对于泡一壶茶或一杯茶，茶艺师强调茶水分离，才不会导致茶味先淡后浓。就算使用普通的茶杯和茶壶，也能泡出鲜甜的效果。首先，我们给它温壶。这个操作可以在家里的水池里面都可以的，你直接倒进水池就 OK。这样壶是热的，无论什么茶进去之后，它的香气就会上来。把茶叶放进壶里后，经过热水烫一轮才开始冲茶，并且将冲好的茶水倒入另一个壶，避免茶叶长期泡在水里，让茶味变得苦涩。茶艺师表示，最忌讳一杯茶从早泡到晚，而且也要适量饮用。新加坡炎热潮湿，茶艺师建议人们喝乌龙和黑茶类，因为这2种茶较为温和。